我们等了将近2天的时间，终于等出来结果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合作关系。那他们在谈判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啊，他们有口水战之类的，在脸书那边也是吵得轰轰烈烈。不过口水战的事情呢，我们后面再讲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地图到底要怎样发展。从这个地图上，4对4好像是很公平，但实际上来看呢，其实对面有3个先锋，960那边只有2个先锋而已。那我们看一下分配出来的总战力跟击杀，从数据看来呢，这样子分也算是比较公平一点，并且960那边的战力还更高一点，但是击杀稍微比较低。接着我们看地图分布做推测，由于他们的合作关系呢都是在隔壁而已，所以很多关卡室外面的区域都是会拿到。这里我就用颜色作为区分。那我认为说呢，一般的 A 王国呢，他们是不会出去跟先锋王国打的。尤其是水阵营跟雷阵营出去，一个是面对到1534，另外一个是遇到960，是你看到他们都不敢打，而且这样子贸贸然然去送死的话，也是浪费自己的兵力。推测他们可能放弃关卡是等到关卡5的时候才发生战斗，不过关卡5开打的时候，有可能2个门口都是由先锋王国拿下之后才交替给另外一个阵营。所以关卡6区域有2个部分是已经拿下了，另外2个部分会发生战斗，但是谁会拿下第6区我不知道，毕竟两方阵营的实力都是差不多的。也就是说不管怎样呢，大家都是有机会进到皇庭打架，除非他们关卡6没有办法守得住，但是这种事情呢通常不会发生在先锋王国啦。总的来说，关4应该不会有战斗，关5才是第一战。由于有很多先锋王国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们消耗战呢应该会消耗到很夸张。这样子消耗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能不能撑到最后皇庭，不过可以打到皇庭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啊。不过你们从这个地图的分布应该也看到终点了，1175可能就是后面的底牌，因为1175呢，它除了开放关卡6之后有办法出去帮1534又或者是雷阵营之外，它在前面关5之前呢是完全不需要动手的。相反的，在960阵营呢，1187跟1862他们不是先锋王国，怕他们的实力没有像1175这么强。虽然是有很多玩家为了要填秘密的箱子才过去1175的，但是1175也是有不少的氪金大佬，再加上如果他们使用机器人的话，恐怕是真的很难打。不过我们要对960他们有信心了，这一次呢是真的抗韩大战。坦白说，我一开始想到的分布其实也是这样子，因为786其实有不少的玩家已经移民过去960了，所以他们是有一点关系的。所以那时候爆出来的地图呢是讲火土水风合作呢，我觉得这个不太大可能了。然后地图我们告一段落，先讲一下口水战的事情。这篇东西是由1365 NKBLNR5 写的，不过他写的这篇东西有点长啊，我尽量用简短的方式跟你们讲。那他说他不知道他们谈判已经结束了，并且在脸书已经发生了口水战。他想在这里跟豹哥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看起来豹哥的记忆力好像不太好。首先365他们是收集了所有王国的数据，就像以前的 KVK 那样，但是960的态度非常傲慢，并且看不起不同意他的人。至于1365那边呢，他们是给出了8个不同的方案，想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去分配阵营，但是960一意孤行，只是给出一个方案而已，就是要他们跟1175、1534还有光阵营合作，然后以4打4的方式来对战。但是1365他们不同意，因为光阵营是在整张地图里面数据是排行第5的，并且光阵营也表示，如果是这样子分配的话，他们是完全不会出去战斗，也就是讲放弃这场 KVK。 我思想一下也算是正常啦，因为他旁边呢一个是960，另外一边是1093，不管走哪一边都是会被吊打，所以他们觉得说，与其是这样子的话，还不如5打3，让960他们拿5个阵营，另外3个韩国先锋王国就合作。他们持续的在给960建议，但是960只是要一个方案而已，就是要他们拿光阵营。最后豹哥没有提供任何的代替方案，就直接离开了聊天群。后来他们发现到960正在跟雷阵营那边谈着，雷阵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，他就投票让大家决定到底要跟哪一方合作。相反的，豹哥在昨天离开了聊天群，但是今天就在脸书那边掀起了口水战。那他们提供的建议有包括5打3、6打2、4打4，都有不同的方案，但是这些方案呢都不符合960想要的。下面就是365对于豹哥的一些训话啦，他就问豹哥是不是你习惯了在 A 王国管理，说他们没有好好的交谈，并且960怕了他们，并且态度还很傲慢。他说他跟其他的阵营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他们跟93也聊得过来，也展示了93跟960的差别，2个王国的处理方式，并且还嘲讽豹哥是不是在奥西里斯联赛邀请赛被1V打到有阴影了，没有建设性，还像一个爱哭鬼一样，并且还在脸书上煽动。以上就是大致上的翻译，接下来我们看豹哥那边怎么说。
豹哥这里大致上写的内容就是呢，1365、1175、1534，他们这3个这么强的先锋王国，怎么可能是由他们来选择 A 王国先呢？1365已经选择了1534跟1175，1093他们想要选择1960，960他们想要选择雷阵营。豹哥放出来的截图，其中有一个是 Seth 写的，他知道有些人离开了聊天群，不过他们还是不在乎啦，他们要选择自己的方案。第2张截图是他们已经听说了1365已经选择了1534，还有1175。豹哥这个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听到谣言说960会跟1093合作。不过最后 Silent 有写他们只是谈好一起要报名而已，并没有讲要一起合作的。那我听到的传闻也是这样子，他们一开始是先讲好要报名先，并且我还听到1365在之前有讲过他们不想要跟韩国王国合作，有可能是这一次匹配成功之后他们才讨论的。在豹哥看了刚刚那篇很长的内容之后呢，他这里给出回复了，他就说 NK 跟 Seth 看来他们是因为 1V 的邀请赛呢感到非常冲击，而忘记了他们自己写过什么东西。他们要水阵营，但是水阵营不要他们想要光阵营，这个也是960他们想要的。那我们放到豹哥提供的图片来看，他这里是写拿水或者是光阵营，是确实他自己写的，那个叫 Seth 的人他自己写的。所以我们要整理一下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想要水或者是光了。那水阵营不要他们的话，照理来讲他们就是拿光嘛，所以豹哥那边是没有错的，他讲要光就给他们光了，有问题吗？老实说，他们自己已经有3个韩国先锋，不应该再让他们选择。现在他们又要求要一个雷阵营，还在那边讲，哎呀960傲慢呢，不听我们的意见呢，他一意孤行呢，想要把光阵营丢给我们，他们自己要去邀请雷阵营。那你们觉得哪一方有问题呢？是960还是365那边的人呢？又或者这个叫 Seth 的玩家呢，他在365是完全没有地位，完全没有话语权的，所以他们的队友才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，没有看到这一句话。这个瓜是真的有趣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合作关系是已经确定下来了，还没有开打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口水战，接下来的战斗应该会更精彩。这一次的战斗我们称之为抗韩大战。接下来我有一些话想要讲，如果你们不想听的话，可以离开这个影片了。那960是华人王国，我们全部人都知道。我也知道最近的邀请赛呢，有不少的观众可能是对他们已经死心了，认为说他们已经不如往日了。如果连我们自己华人都不要去支持华人王国的话，有谁去支持960？就算你不要支持华人王国，你不要支持960也好，你自己想一下，对面这些韩国王国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东西？相信有大部分玩家，你们在打 KVK 的时候都是有遇到韩国人，他们用外挂、用机器人、用同步器的。难道你们一点都不讨厌这些人吗？破坏了游戏平衡，连官方都不要制止他们，这样子还有天理吗？这还是玩游戏吗？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打赢这些王国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不要支持960给他们加油打气呢？让韩国人知道，就算他们用同步器、用外挂也好，也是打不过我们的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之后有什么进展，又或者有什么新的口水战的话，我再更新给大家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